美国在欧洲布置200枚核弹，21世纪的新冷战。在北约与俄罗斯双方核演习的时候，美国不吭不响地放了一个大招，在欧洲部署200枚新版的 B6112，最早在今年12月交付给欧洲的北约基地，而按照原定计划，这批核弹到2023年才会部署在欧洲。这个 B61核弹是美国核武库中最致命的核弹。美国把它部署在欧洲，美国也没其他意思，就只是单纯的过招秀肌肉而已，表示俄罗斯你有的我也有。火力军感觉完全可以看作新传版本的冷战。那美国为什么要在欧洲部署 B61？ B61为什么被称为最致命的核弹？10月27日的时候，俄罗斯的塔斯社表示，美国加快了在欧洲部署 B6112的速度，估计12月就能正式交付。B6112是美核武库中最致命的核弹，可以针对敌军洲际导弹发射井、地下要害掩体等重点目标。最主要的是 B61的爆炸当量可以调节，威力从最低的300吨 TNT 到最高的17万吨 TNT 不等。当年在广岛爆炸的原子弹小男孩，其威力是 1.6万吨。B61的最大爆炸当量是小男孩的10倍以上。美国和盟国的轰炸机、战斗机，包括 B2 和 B21轰炸机，以及 F-15、F-16、F-35和龙卷风战斗机，都可以携带新版本的核弹。但是注意，这不算什么新消息。欧洲部署 B61都部署几十年了，欧洲一直都有美军存放的 B61战术核弹，这是北约核武器共享计划的一部分。比利时、德国、荷兰、土耳其与意大利等北约国家都通过共有核武器政策来部署和储存核武器。早些时候，美国在欧洲所提供的480枚各式核武器之中，有将近180枚的 B61战术核弹处于战备状态。其中，德国又以靠近卢森堡边境的德军比歇尔核武器基地最为庞大，该基地拥有11个加固飞机掩体。且德国配备有44枚核武器在这儿，其中便有20枚 B61战术核弹，让德国空军部队进行核武器投射用的。到现在，美国在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以及土耳其的军事基地部署有大约100枚旧版本的战术核弹，安装精确制导尾翼组件和新型制导系统，误差据称不超过30米，升级将使炸弹的使用寿命增加至少20年。按照美国的意思，用 B6112替换旧版本战术核武器是美国核武库现代化的长期计划，跟现在的乌俄战争无关。当然，这点各持己见，火力军也不敢确定到底有没有关系。咱们的重点还是 B61，为什么它会被称为美国最致命的核武？明明比它更强的核导弹多的是。B61是一个系列。自上世纪60年代服役以来，美国就一直对其进行技术升级，形成了庞大的 B61家族。现役 B61核弹包括 B614、B614、B617、B6110以及 B6111型。最新的改进型为 B6112，与此前型号相比，该型核弹取消了圆形的降落伞，加装了可动尾翼，采用能增加精度的 GPS 加惯导复合制导方式。使用了可调核当量功能，最大当量为5万吨，体型更小，移动性更好，打击精度由此前的大于100米升级到了小于30米。B6112在弹体中段配备了自旋火箭发动机，与 B6111核弹的自旋火箭发动机类似，当炸弹与载机分离后迅速开机，主要用于控制姿态，提高落下过程中的飞行稳定性，并且可以与新的尾翼制导系统配合，让炸弹实现一定距离的飞行，进一步提升投放射程。B6112延续了该系列核弹爆炸威力可调的功能，具备300吨、1500吨、1万吨以及5万吨4种可选当量。在对付不同目标时，美军规划人员可以灵活地选择所需当量，降低核武器打击带来的放射性问题，降低附带损伤，而这也是它被称为最致命武器的原因。B6112核弹几乎模糊了常规武器和核武器的界限，因为核弹属于战略威慑武器，也是最后和最终的手段，在没发射的时候才是它作用最大的时候，一旦开打就是玉石俱焚的结果。所以核大国依靠核威慑维持着战略平衡，而核弹的小型化和低威力化则意味着它很可能用于实战。
去打非核大战的核战。低威力核弹的一个代表是 B61 核弹，它威力可调，当量最低可至300吨。美军大部分轰炸机和战斗机都可以挂载 B61， 它的重量仅320公斤，勉强能算一颗重磅炸弹，连 AV-8B 这样负重着急的飞机也能挂。在经过改造升级后， B61 具备制导能力，能够精确打击地面目标。虽然重量只有巨型钻地弹的2%点几，但是对地下目标的毁伤深度却高达200米，是巨型钻地弹的5倍。没办法，谁让人家是核弹呢？而且它辐射小，比较清洁，再加上较小的威力，通用的投送平台，实用性非常高，高效、低威力、低污染、环保，说不准哪天它就真的被使用了。就比如北约的急先锋波兰，在今年5月的时候就表示可以将核弹部署在波兰，而且波兰已经订购了32架 F-35A 战机，隐形机与核弹在未来的结合，俄罗斯那是防不胜防。在一定程度上， B6112 被认为是美军最有可能在战场上使用的核武器。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它也是美国核武库中最具威力的一种。但说是这样说，实际上用不用不知道。美国部署 B61 最大的目的还是保证北约不接受俄罗斯的核讹诈。你有核武器，我也有，这样北约有底气继续制裁俄罗斯的经济。就比如俄罗斯很有可能把伊斯坎德尔 M 部署在伪公投四周。伊斯坎德尔 M 最大射程500公里，如果将其部署在俄乌边境，那么基辅将受到巨大的威胁，甚至俄罗斯还能把它部署到白俄罗斯。白俄罗斯对宪法进行修正，允许俄罗斯军队进入白俄罗斯，并且俄罗斯计划为白俄罗斯升级正在服役的苏25战机。这下波兰甚至是德国都有可能会受到威胁。不过俄罗斯虽然也拥有庞大的核武库，但维护状况堪忧。熟悉俄罗斯军事情况的观众都知道，俄军核武器虽然是被按照规程维修，理论上应该不会出现什么问题，紧急且必要时肯定能打出去。但是最近这些年，俄罗斯总体经济状况不好，军费不够用，所以这些核弹并没有经常进行测试，其中有多少已经失效，多少还具备完全的作战能力，无法说清。问题来了，美国会不会用 B61？火力军觉得这就取决于俄罗斯。最近俄罗斯已经表示，美国商业卫星已经被看作乌俄战争的一部分，很有可能成为俄罗斯的打击目标。虽然没有点名道姓说是什么卫星，但是咱都清楚，这话显然就是冲着美国 SpaceX 公司的星链去的。俄军在冲突之初，俄罗斯就摧毁了不少乌克兰的军用通讯系统，让乌克兰军队割裂开来，再逐一击破。俄军靠着这个取得了冲突前期的优势，但在星链出现在俄乌冲突中后，俄军的优势减弱了。从今年春天开始， SpaceX 公司陆陆续续给乌克兰提供了大约2万个星链终端，支持乌军的通讯工作，加强乌军内部的交流指挥，让很多行动都能实时同步并进行。俄军即便是摧毁了不少终端，也没能做到完全切断乌军的通讯。而且星链还能协助乌军前线的侦察无人机摧毁坦克。信息透明度不平衡的情况下，对于俄军来说确实是劣势。俄罗斯对天上的卫星有意见已经不是1天2天的事情了。今年9月的时候，俄罗斯就要求美国减少卫星参与军事活动，但是没人理他。至于俄罗斯能不能打，答案是肯定的。俄罗斯好歹也是苏联最大的继承人，打卫星的技术是真的有，连自己家的卫星都打过。2021年11月，俄罗斯曾进行过一次反卫星实验，用新型 A235努多利摧毁了自己的一颗旧卫星。所以说，真想打星链那种低轨道小型卫星，难度并不大，关键问题在于钱。星链这种分布式网络比单一大型卫星更能扛得住打击，因为星链卫星数量太多，而且成本还低。根据 SpaceX 公司之前的声明，如果这些卫星能做到大批量生产，那么每一颗卫星成功进入轨道的成本满打满算100万美元左右。可俄罗斯如果用一颗导弹去打一颗星链卫星，这种1换1就太亏了。比如美国的萨德导弹也同样具有反卫星的能力，
美国国防部买了10枚，花了将近4.6亿美元，平均下来一颗也要4600万美元。俄罗斯的反卫星导弹应该能比美国萨德便宜一些，但一样承受不住。如果用几千万美元一颗的导弹去打几百万成本的卫星，而且可能打几百颗甚至上千颗，俄罗斯怕不是觉得自己钱多，想让国家破产。而且俄罗斯也不敢打，今天你攻击星链，明天就有可能攻击美国的军用卫星。美国就已经表示了，如果自家的基建设施遭到攻击，美国将以适当的方式予以适当的回应。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那就是核威慑了。总的来说，美国用不用 B61 完全取决于俄罗斯的选择。美国并不着急，毕竟按照目前的情况，在使用常规武器的前提下，乌军拿下战争的胜利只是时间问题。毕竟乌克兰的背后是大半个北约，而俄罗斯打着特别军事行动的幌子实施入侵行动，谁也不会帮他。现在需要提防的是俄罗斯会不会在战败之后狗急跳墙，或者是使用战术核弹扭转战局。北约的核演习也是这个目的。北约成员国中，美英法3国拥有核武器，德意荷比4国部署有 B61 核航空炸弹。在这次核演习中，美国 B52 远程轰炸机不远万里，罕见亮相欧洲，也是警告俄罗斯的意思。所以火力军的看法就是，在俄罗斯没有攻击美国卫星的情况下，这些 B61 核弹大概率是用于威慑。毕竟现在的乌克兰掌握着主动权，美国并不着急，打的时间越长，俄罗斯越着急。在俄军遭遇多次失败，丢失大片占领的阵地后，被迫增加了兵力密度，这就导致乌军的攻势比较缓慢。最近的战况有2个特点：乌军掌握主动权，几乎全线保持进攻，但是缺乏攻坚能力，进攻取得的效果并不明显。比如在卢甘斯克地区，乌军继续向斯瓦托夫的俄军施压，但是俄军的抵抗还是比较顽强的。毕竟斯瓦托夫战前有7万人口，是附近大片土地唯一的城镇，万一丢失的话，附近并没有提供类似防御能力的大型定居点。但是对乌军来说，他们现在已经有效切断了斯瓦托夫和克里米纳之间的公路联系，攻占这里只是时间多少和代价大小的问题。在赫尔松战线，反攻也遇到了困难，可以说乌军迎来了最为激烈的战斗。俄军向赫尔松地区投入了更多兵力，至少6个营级作战群，总数量则超过了30个。总的来说，在俄军部分动员、前线兵力密集的情况下，双方的战局又开始僵持。接下来拼的就是双方武器库的库存了。但这一点，俄军注定处于下风。毕竟北约的库存有多少，咱们是真的无法想象。好了，今天的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俄罗斯会主动攻击美国星链吗？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如果视频内容有不对的地方，也可以在下方指正。我是火力军，下期见。